大家好，这里是冲击100万和翘班休假中来回摇摆的星辰。2022年12月，由于加薪幅度赶不上通胀速度，近10万名英格兰大夫当街造反，上演警民一家亲。之后更是创造了一年罢工超10次，最长高达6天的壮举，导致近100万预约门诊和手术被取消。2023年，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 NHS 等待治疗的病人名单突破760万，并持续创造新高。而整个英国才多少人呢？6700万。随后，唐宁街最富裕的首相、21世纪生物学伟大突破者、不列颠举重冠军苏纳克宣布，要彻底改革医疗系统，到2036年新增36万名医护，让公众看病不再等1年，还要为纳税人节省100亿英镑。遗憾的是，这项宏伟蓝图还没来得及实现，大罢工、医疗危机、毒血事件就把苏中堂改革掉了。2024年新上台的工党首相斯塔默发出警告 ，NHS 要么改革，要么死亡。但谁能想到，就在短短12年前 ，NHS 还曾作为国家象征登上伦敦奥运开幕式。那这块金字招牌是如何两极反转的呢？转发加点赞，这就是免费听英国说。This is a day of shame for the British state. This was no accident. It was instead a calamity which could largely have been avoided. People have died, and all you've done is nothing. More than 3,000 people are estimated to have died from infections attributed to blood or blood products. Disaster in the history of the NHS. Thousands infected, affected, and dead. 中文网一直流传着这样的传说：美国、英国、印度甚至非洲都有免费医疗，生病进医院直接治，医生压根儿不跟你提钱，甚至鼓吹中国也该好好看、好好学。真是这样吗？怎么说呢？不能说不对，但这就好比某网盘呐，不充会员即可畅享100K 高速，但一用一个不吱声，你就说免没免费吧。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目前运转最好的免费医疗系统在古巴，而世界首个实现免费医疗的国家叫苏联。相比于如今卷谁性别更多，卷谁退休更晚，1946年刚刚结束2战的英国属于经济破墙碎瓦，帝国松松垮垮，殖民人人喊打，家底只剩裤衩。面对隔壁红色苏联，不仅满世界号召民族解放，还高举8小时工作制、免费教育、免费医疗，狂卷社会福利。眼看人心向背，我代英这是要完了。时任工党首相艾德里提出推进全民就业、企业国有化，建设福利英国。随后卫生部长贝文振臂一呼，筹建国家医疗服务系统 NHS。 插一句贝文同志呢出身矿工家庭，是一名社会主义者，父亲无钱治疗死于尘肺病，且没有任何赔偿。他14岁便辍学挖矿，19岁成为当地矿工工会负责人，之后加入工党积极参政。知道底层生活不易的他，对 NHS 设想就是让大英子民无论身处何地，无论贫富贵贱，只要需要都能享受医疗，不会因为没钱被医院拒之门外。方法也很简单，将所有医院收归国有，全部支出由国家买单。很快，这一政策遭到前首相丘吉尔的猛烈攻击，英国医学会更是群情激愤，痛斥工党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阴谋，政府对医疗的控制不可接受。为什么呢？很简单，在英国医学会看来治病救人是图啥呢？图160吗？不是，是图钱。至于贫民窟平均1.8万人才拥有一名全科医生，富人区250人就有一名医生，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呢？好消息是，得益于政府干预以及贝文走访全国大力宣讲，1948年 NHS 正式启动，创建之初属于货真价实的看病用药、治院手术全免费，甚至连短暂逗留英国的人都有资格享有服务。成立第一个10年，英国婴儿死亡率下降1半，国民预期寿命大幅增加，传染病致死率下降80%。这一模式得到了瑞典、印度、巴西的争相模仿，随后更是被认为是与工业革命莎士比亚并列的英国对世界最好的
的政治遗产。更难能可贵的是，即便是铁路、核电站9块8，统统9块8，打着优惠带回家的骑兵大将撒切尔也没敢把 NHS 私有化。2012年伦敦奥运开幕式，在女王出场升国旗之际，数百名白衣天使在舞台上摆出流光溢彩的 NHS， 向全世界展示这一福利皇冠上最闪耀的明珠，全场掌声雷动。这一刻，大英帝国的自豪显露无遗啊！但代价呢？众所周知，医疗体系存在不可能三角：便宜、高效和服务好。免费医疗需要雄厚的资金支撑。NHS 创立之初，大英帝国还能苦一苦殖民地，随着殖民体系解体，小不列颠就只能苦一苦病人了。2003年10月，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携夫人出访欧洲，没想到82岁高龄的柯夫人在伦敦突然中风。此时正值晚上，老李立即呼叫救护车，结果等了45分钟啊，车才姗姗来迟。随后仅10分钟就抵达了皇家伦敦医院。由于病人情况危急，随行医生请求马上脑部扫描，但检查的英国护士却表示，医院还有3名心脏病人等着抢救，请呼吸没问题的柯夫人稍安勿躁，先去排队。如果没有特殊安排，预计第二天早上8点就能做上 CT 了。绝望的老李只得联系新加坡驻英官员，让他请求首相府协调。最终在唐宁街10号的介入下，入院3小时的柯夫人终于做上了 CT， 经过急救暂时脱离危险。由于对英国医院过于失望，3天后老李果断拒绝住院观察，将一架新加坡航空的客机改造成空中医院，冒险带着夫人飞了12小时返回新加坡。当然了，不是谁都有钱打飞的，效率低就低吧，毕竟免费，普通人也能接受。然而，真正将 NHS 推入深渊的，则是英国持续自由落体的经济，两党摇摆之下的瞎指挥，叠加脱欧、新冠、私有化、金融危机。二战后，英国经济一直在下坡路上踩油门 ，GDP 先后被日本、德国、中国反超，甚至偶尔还被好兄弟法国赶去当老六。另一边，人口增长，人均寿命延长 ，NHS 的运转又必须政府更加猛投资，只能是借花呗还白条。结果08年一场金融海啸过后，2011年英国累计债务首次突破1万亿，这钱占英国 GDP 的64.2%。咋办呢？新上台的卡中堂推出大紧缩计划，第一刀便将医疗支出从年平均增长3.6%腰斩到1.5%。为了开源节流 ，NHS 只得祭出3板斧裁员，冻结医生工资，能怎么省钱就怎么省钱。政府投资不足，导致医院设施逐渐陈旧，接待病人能力下降，工资问题则迫使大量医护离职或转入私人医疗。2014年，英国出现了30余年来 NHS 医护首次罢工要求涨薪，紧接着卡中堂又整出了个狠活脱欧。从前伦敦老爷们喊的都是臭欧盟的，来我们伦敦要饭了。等到真脱欧了，您猜怎么着？劳动力不够了，这边代英还在为脱欧扯皮，那边在英国工作的大批欧盟护士率先脱英，本就不足的医护更缺了。紧跟而来的新冠直接将 NHS 击穿。2017年 NHS 候补治疗人数400万，到2021年突破500万，增长100万用了4年。随后帕蒂首相约翰逊率先共存，短短1年后，候补治疗名单飙到700万。大家可以看看这张图。同时，2022年 NHS 离职的医护创下历史新高，1.1万名医生离职。后来坊间有诗一首：帝国散，夕阳晚，金融海啸赤字满，刚脱欧来新冠，大手一挥，经费削完，烦，人手短，效率慢，治疗排队几百万，债务叠，压力喘，苦等半载，风催竹残，难。弹幕里的吴彦祖可能要问了，政府不管的吗？管，但医院和医生都不能从地里长出来，英镑更不会。更要命的是，保守党和工党管的方向还不一样。撒切尔时代 NHS 引入内部市场化，鼓励医生互相竞争。1997年工党布莱尔上台后，废除保守党的内部市场，成立初级卫生保健信托，引入企业经营的运营模式。
怎么评价机构的工作呢？答：根据成本高低、治愈率等指标综合评估。理想很美好，但如果医院的首要职责是符合目标，大声告诉我，结果会怎样？2007年 NHS 所属医院被曝接到官方指示，故意拖延患者手术时间，以缓解财政危机。2010年，隶属 NHS 的斯塔福德医院爆出丑闻，在2025年至2008年为省钱导致1200名病人枉死。根据政府工作报告，该医院卫生十分糟糕，病人家属需自行清理垃圾，甚至扫厕所。护士无视病人想上厕所或换床单的要求，让患者泡在自己的尿液里，甚至为节约成本，要求病人提前出院。而信托机构的老板呢，他们专注于实现3年内盈余数百万英镑的业绩，从而获得基金会地位。时任首相布朗将丑闻描述为完全不可接受的管理失误，放话要将责任人撵下台。随后该院信托机构 CEO 马丁离职了，但带了100万英镑的退休金，外加一笔40万英镑的酬金啊！更离谱的是，调查期间他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提供证据，调查还未结束，他已经成为了另一家慈善机构负责人。2010年，保守党卡梅伦上台后再改，推出 NHS 史上最大改革——医疗与社会保健法案，核心就2条：简开支、私有化。至于效果嘛，点中点如新钦布鲁克医院，2010年被外包给私人机构，合同10年，结果越干赔的越多，仅2014年赤字就达到1400万英镑，还荣获了英国效率第2低的医院。随后，承包商果断跑路，将管理权交还 NHS， 欠下一屁股债的医院只能砸锅卖铁。2022年的消息是，该医院被纳入首相约翰逊的重建计划。说到这个计划，那就更搞笑了2019年，约翰逊竞选时庄严承诺，到2030年将新建40所新医院。等英国人把他选上台后，老约立刻重新定义了下，既不新建也不40，更非2030年。比如新建一座临床大楼算新医院，对原医院整修或改造也算新医院。另外2030年新建并不代表2030年完成，接着目前足足有10家医院完成规划，然后2024年工党上台了。2024年工党首相斯塔默公布了针对医疗服务状况的独立调查，结果 NHS 处于危急状态，并将责任归咎于保守党。尤其是2012年健康与社会保健法案的影响，报告称该法案是一场灾难。和床位短缺，2023年有金什么？你问卫生大臣在干嘛？2021年，卫生大臣汉考克被人发现在办公室抱着女助手激情拥吻，违反了自己提出的防疫规定，随后撂下辞职信跑路。继任的贾维德因首相约翰逊违规开 party， 保守党副党鞭酒后猥亵男子等丑闻辞职。2022年，新任卫生大臣史蒂夫则在伦敦市医院门口被路人堵着臭骂：12年了，你屁都没做。原因是英国急救车不仅不急救，而且还次日达，有多离谱呢？当年12月，一90岁的老奶奶不慎摔下楼梯，家属呼叫救护车后，足足等了23个小时才来。好消息是，救护服务中心态度极好，连连道歉。坏消息是，好不容易抵达医院，老奶奶又在救护车里等了4小时，才在病房走廊接受了术前治疗。2024年3月，康沃尔郡一男子突发心脏病，这次等了8小时零10分钟，救护车就到了，但车没到，人已经走了。而这名男子生前还是自愿转运 NHS 患者的司机。这不是个例。据《纽约时报》统计，2022年12月，英国救护车创下最差纪录，因中风、烧伤或心脏病发作的患者，平均等待救护车的时间为93分钟，而目标是18分钟。另外，全科医生不堪重负，病人们无处可去，不得不把急诊室作为看病第一站，而那里呢，通常又是一场漫长的等待，同时也加剧了急诊本就沉重的负担。由于医护人员和床位短缺，2023年有近150万名患者在急诊室等待超过12个小时。2024年 NHS 候补名单再度突破760万，其中 59.1% 的人等待长达18周， 30.7万患者等待超过1年。2022年 NHS 1551亿英镑支出，登顶英国最大单项公共支出，占 GDP 9.3%。沉重的财政负担让政府不满。目
目前 NHS 拥有超160万名员工，投资不足导致医护收入低，加上沉重的工作压力，医护也严重不满，罢工抗议此起彼伏。近700万人的超长等待治疗名单更是让病人极度不满。调查显示，2024年英国民众对 NHS 的满意度处于历史最低水平，仅24%的人感到满意。政府也没钱啊，咋办呢？征税。英国财政大臣亨特在2022年宣布，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起征点从15万英镑降至12.5万，最高税率多少呢？45%。至此，成功补齐了短板，不生病的人也不满。2022年的你连瓶退烧药的。2024年医疗史上最大丑闻毒血事件再度将摇摇欲坠的 NHS 推上风口浪尖。起因是20世纪70、80年代，美国一友情价向 NHS 出售了一批血液。调查发现，绝大部分来自美国的囚犯、娼妓和吸毒者群体有偿捐献，导致之后数年间超3万人感染艾滋或者丙肝，约3000人死亡。事后历届英国政府拒绝调查，甚至故意销毁相关文件，直到2017年，首相特蕾莎梅宣布启动调查。经过足足6年，终于在2024年公布报告，救死扶伤的 NHS 形象毁于一旦。时任首相苏纳克向民众致歉，并表示这是英国的耻辱日。总之啊，这个曾经被英国称为国家象征的 NHS， 现在已经成了英国的一道沉重枷锁，甩不掉又扶不起来。好了，英国医疗的故事到此结束。如果之前我的视频大都图一乐，但这一期绝对不是嘲笑英国，而是以史为鉴。礼记有云：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是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免费医疗是每个人的梦想，但同时我们也要知道，天上不能掉馅饼，羊毛出在羊身上。当下某些专家声称，8000亿就能实现全民免费医疗。不说英国了，强如美国压根儿就没有免费医疗，总不会是他们不喜欢吧？还有不少鼓吹私有化医院，坚信只要哈耶克的大手一动，一切都会好起来。试问2022年的你连瓶退烧药都抢不到，你确定私有化后能抢到床位？正如贝文所说，让自由主义市场决定人民健康的观点是海市蜃楼，但同样决定人民健康的医疗体系如何在便宜、高效和服务好中找准平衡，这才是医疗改革的正确方向。